公元916年，河东之主李存勖与后梁名将刘询大战于清平。李存勖的军阵还没列好，老辣的刘询就引兵掩杀过来，打得李存勖措手不及，眼看兵败如山倒。当此情势危急之时，河东军一员骁将策马而出，带领10几个骑兵冲入后梁军阵之中，横槊深入，东西吃突，无敢当者。李存勖由此得以保命，从容撤退。战后，李存勖大赞此将威猛，亲手为他吃酥，并拍着他的背说：“将门出虎将，此言不差矣。”由是此将一战成名，享誉军中。然而所有人都没有想到，此时此刻，忠心护主的猛将却即将遭受1000年的骂名。那么此人究竟是谁？他又做了什么导致遗臭万年了呢？公元892年，石敬瑭出生于沙陀族武将之家，其父石绍雍善骑射，有精远大略，累立战功，在河东军中与名将周德威齐名，历任平、明2州刺史，在河东算是军政大员了，与古代众多帝王相似。史书记载，石敬瑭出生的时候也有白气冲庭的异象。古代统治者为了神化自己的出身，强化统治的合法性，往往会藉助一些奇异现象来彰显自己的与众不同。长大后的石敬瑭性格沉稳宽厚，不苟言笑。受家庭的影响，石敬瑭自幼习武，跟其父一样善骑射，又熟读兵法，以李牧、周亚夫为榜样。身为大将之子，又是善骑射，又是读兵法，年轻的石敬瑭很快进入了代州刺史李嗣源的视野。李嗣源对他很是器重，不仅把爱女嫁给了他，还把他推荐给了李存勖。从军后的石敬瑭被岳父李嗣源受命统领亲兵精骑，号为三讨军，成为李嗣源的心腹。从此，石敬瑭便为了河东李氏的天下，随军东征西讨。清平之战之后，河东军与后梁刘询再度酣战于深县。当时石敬瑭与岳父李嗣源一起陷阵，石敬瑭仗剑杀敌，在敌阵中往来冲突，不仅保李嗣源周全，更帮助河东军再败刘询。公元919年，河东军进攻黄河岸边的杨柳，不想战斗时李嗣源中了后梁军的埋伏，仓促撤退。这次又是石敬瑭率部殿后，击破后梁军500余骑兵，使李嗣源全身而退。在为李氏征战的岁月里，石敬瑭多次冲锋陷阵，救主于危难之际。10载，石敬瑭掩护河东军撤退时，拔剑辟道，敌人望之，无敢袭者。在河东名将周德威战死之后，李嗣源愈发受到李存勖的倚重，而石敬瑭身为李嗣源帐下的虎将，其麾下也因此成为河东军数得住的主力部队之一。河东李氏与后梁鏖战数年，双方各有胜败。就在战局陷入僵持之际，一场意外的到来也即将帮助河东李氏一举扭转乾坤。那么究竟发生了什么呢？公元923年，李存勖在魏州建国称帝，国号唐，史称后唐。建唐之后，庄宗便派李嗣源率军渡过黄河，偷袭运州。石敬瑭率领骑兵50余人跟随李嗣源偷城，运州梁军浑然不觉。李嗣源、石敬瑭等人从东门突入后，唐梁军短兵相接，石敬瑭中刀，但还是像羽翼一样保护李嗣源，与梁军相战，依然不动，直至唐军后援赶到。唐军渡过黄河，拿下了运州，凉亭震动，屋漏偏逢连夜雨。偏偏这时候，后梁大将康延孝叛梁降唐。庄宗听闻康延孝来将，大喜，亲自召见他，询问后梁虚实。康延孝说了，现在的凉亭，梁主懦弱无能，专宠女婿，宦官，任用庸才为将，统御3军，而梁将却被奸佞掣肘。庄宗一听康延孝这么说，心中甚喜。然后康延孝接着又说了，说我在凉亭的时候啊，听朝中议论军略，不久之后凉亭便会大举兴兵，一路攻太原，一路攻镇州、定州，一路攻运州。而现在凉亭的主力即将从汴州出发，渡过黄河北上，牵制魏州唐军主力。听到这，庄宗高兴不起来了，转喜为惧，忙问该怎么办。康延孝回答说，梁兵虽众，
分则无余。虽然梁军总兵力很大，但由于是分路进攻，所以没什么可担心的。我愿率铁骑5000直取汴州，必实击虚，如此天下可定。庄宗闻此言，大受鼓舞，又问策于帐下头号谋士郭崇韬。郭崇韬也坚持让庄宗奇袭汴州，于是定策。在中都之战摧毁梁军王彦章部之后，李存勖便命李嗣源率麾下骑兵不做休整，抛弃辎重，直趋汴州。李嗣源于是便率领石敬瑭等众将向汴州开进。一路上，后梁果然如预想的那样防备松弛，唐军几乎不费吹灰之力就赶到了汴州城下。此时的汴州因为军队都派出去了，以致无兵可守。公元907年，朱温灭唐建梁，不想仅仅过了16年便社稷倾覆，后梁灭亡。灭梁之战，李嗣源是当之无愧的首功，而李嗣源帐下又以女婿石敬瑭、养子李从珂功劳最大。而石敬瑭为人低调，不好金伐，从不夸耀自己的军功，以致在庄宗朝，石敬瑭的地位并不显赫。那么等待着石敬瑭的又是什么命运呢？后唐攻灭后梁之后，迅速压制后梁境内州郡。在郭崇韬率军攻灭前蜀王室政权之后，后唐的版图拓展到了巴蜀之地，成为5代中势力最大的一个。然而就在功成名就之时，庄宗李存勖变了。当四面还敌之时，李存勖一刻也不敢放松，对人对事丝毫不敢怠慢。但当天下初定，大功告成之时，李存勖却宠信灵官，沉迷演戏，难以自拔，对后宫放纵，随便皇后插手政治，对功臣猜忌，动辄便杀，以致后唐上下人心惶惶，君臣之间相互猜忌。石敬瑭在庄宗朝没有发达，是他的幸运，因为发达起来的那些人几乎都被庄宗干掉了。比如劳苦功高的郭崇韬，在平蜀之后即被杀害，而灭梁功臣李从珂则原贬石门。后唐的军阵主帅一拒而叛者，此起彼伏。公元926年，魏博天雄军乱兵发动兵变，欲挟持主帅杨仁整叛乱，杨不从，乱兵杀之，诱逼赵在礼为帅，赵在礼从之。叛军攻入邺城，汴京震动。庄宗派人去招抚，然无功而返，朝野上下议论纷纷，皆认为非李嗣源不能胜任。于是庄宗便又派李嗣源前去平叛。然而意想不到的是，当李嗣源率军走到半路时，自己的军队也发生兵变了。众军士纷纷请求李嗣源在河北称帝。李嗣源大惊，斥责众军士曰：“自吾为帅10有余年，何复尔辈？今贼城迫在旦夕，乃尔辈立功名，取富贵之时，况尔天子亲军，反效贼耶？”但叛军毕竟人多，李嗣源只好假意答应，想找机会脱离叛军，自己一人回朝，向庄宗李存勖说明情况。石敬瑭知道这事儿以后，对李嗣源说了一句话，点醒了岳父。石敬瑭说：“哪有军队叛乱，而领军的将领却能在朝廷面前安然无恙的？”于是在石敬瑭等人的劝说下，李嗣源横了心，反了庄宗李存勖，并命石敬瑭为先锋，率军取汴州，直趋洛阳。庄宗军溃，纷纷倒戈追随李嗣源。庄宗无奈西奔，想与平蜀军队会合，再图东进，却不想遭遇兵变，身死凌人之手。庄宗死后，李嗣源中登帝位，是为后唐明宗。而石敬瑭也因为有从龙之功，大受器重，也随着一场意外的出现，却彻底地将石敬瑭拉入深渊之中。石敬瑭是明宗的女婿，而自河东与梁征战之时，便追随明宗，屡次于阵前救明宗性命，累立战功。及明宗被逼参与叛乱，又是石敬瑭献策，助明宗脱险，取得天下。对明宗，石敬瑭劳苦功高；对石敬瑭，明宗恩宠有加。明宗继位后，石敬瑭累次升迁，手握兵权，恩宠富贵无以复加。庄宗还赐他药中匡定保洁功臣的名号。君臣关系、翁婿关系好得不能再好了。石敬瑭名满天下，明宗为君，史上多赞誉之词，但在最爱君看来，明宗为政却也有致命弱点。在用人上，庄宗太过猜忌，
以致大臣人人自危，甚至宰相也纷纷请辞，无人敢任。而明宗则太过用人不疑，由于自己没读什么书，不识字，明宗虽然打仗一流，但做皇帝却十分不自信，一朝的政治悉数委于臣下，以至于臣下明则朝政明，臣下奸则朝政乱。公元933年，北境有敌情，当众大臣商议派谁北上主持边事之时，有意远离朝政避祸的石敬瑭主动请缨，于是明宗便将石敬瑭派往河东，掌管后唐的龙兴之地。临行前，石敬瑭上奏向岳父辞行：臣虽微妾，为边事敢不尽其忠力，但臣远为御阶，无以实身补报。我虽然怯懦，但对边事不敢不竭忠尽力，只是我将远离陛下，无法时常与您联络了。明宗听闻，泣下沾襟。当年12月，明宗驾崩，石敬瑭闻讯，长痛若丧考妣。明宗死的时候，朝政已然混乱不堪。继位的后唐闵帝李从厚是个毫无争议的庸主，面对如石敬瑭、李从珂这样出镇四方的宿将功臣，李从厚百般猜忌，却又缺乏手段。李从珂是明宗的养子，也是长子，早在灭梁之战时就以战功卓著。明宗继位后受封陆王，此时正镇守凤翔，此人有名声有兵权，会打仗，自然令李从厚寝食难安，因此便成为李从厚的第一个目标。在自己的儿子被李从厚削夺兵权调离京师，自己以出家为尼的女儿又被李从厚召入皇宫之时，李从珂就知道自己已经被当今圣上猜忌了。而当李从厚命令李从珂换镇，离开凤翔，改镇河东的时候，李从珂就明白了，如果不反，必是死路一条。公元934年，李从厚的龙椅还没坐热，陆王李从珂就从凤翔举兵叛乱了。李从厚闻讯，立即派大军前去镇压。李从珂兵少，只得困守凤翔，然而最终还是敌不过。危急关头，李从珂登上城头，脱去衣服，露出身上一处处伤疤，对住攻城的唐军将士痛哭道：我年未20，从先帝征伐，出生入死，金疮满身，数例的社稷，均是从我登镇者多矣。今朝廷信任贼臣，残害骨肉，且我有何罪？攻城将士听闻此言，心中顿生怜悯之心，其中李从珂原来的部下竟带头倒向李从珂，于是唐军大溃。李从珂也未曾想到，这一哭竟然哭来了天下。凤翔兵锋直逼洛阳，李从厚弃城，北奔河东。陆王反叛之时，李从厚急召石敬瑭自河东南下，兴师驻脚。石敬瑭应召南下，于途中遇到了北奔的李从厚，于是便引李从厚先入魏州。一边是军心所向的李从珂，一边是狼狈而逃的正统皇帝李从厚。此时的石敬瑭还没有想好到底该站哪边，然而意想不到的事发生了，李从厚的左右从骑居然想打石敬瑭的主意，于是石敬瑭不得已杀了李从厚随从者数百人，将李从厚幽禁在魏州，自己跑去洛阳向李从珂表忠了。公元934年，李从珂在洛阳继皇帝位，是为后唐末帝。登基后不久，李从珂便把闵帝李从厚给杀了。虽然石敬瑭在关键时刻站了自己这一边，但李从珂并不信任他，相应的，他跟李从厚一样，对劳苦功高的石敬瑭非常忌惮。虽然口中说着十郎于朕至亲，无可疑者，但实际上处处提防，已被流言不息，万一失欢。向李从珂交了投名状之后，石敬瑭心里其实也不放心，生怕又被新军猜忌，于是想回河东。这样的话，身在洛阳，石敬瑭连提都不敢提，一连数日惶惶不自安，以致形容枯槁，满脸病态，失了人形。石敬瑭的妻子即李嗣源的女儿李从珂的妹妹便向其母曹太后求情，曹太后心疼女儿，便向李从珂开口，请他放石敬瑭回去。李从珂看石敬瑭如此形状，估计他活不了多久了，于是就答应了。石敬瑭这才得以战战兢兢返回自己的河东老巢。李从珂放走石敬瑭之后就后悔了，不断派人前去河东打探。石敬瑭在京城来人面前
皆装作一副大限将至的样子瞒天过海。李从珂还是不放心，竟然要将石敬瑭从河东调走，就像当初李从厚想把李从珂从凤翔调走一样。这下石敬瑭心里更加害怕了，不禁联想起上次妻子去京城参加李从珂的宴会，想早些辞席回去，李从珂却说儿归心甚急，欲与十郎反耶。被皇帝猜忌如此，继续下去恐怕将是死路一条。于是石敬瑭决定放手一搏。十郎终于反了，一场更大的风暴也即将开始。自古以来，造反都是提着脑袋赌命的事，成了自然是好，但要是不成，恐怕要死无葬地了。若不是李从珂猜忌心过重，石敬瑭不见得真的会铤而走险。但现在既然已经反了，就再无回头之路。此时的李从珂名声在，权威在，而石敬瑭仅以河东一地反水，实在太过冒险了，必须求得外援才能增添几分胜算。而此时能够引以为援的，除了北方的契丹，别无他选。于是石敬瑭便派人与契丹联络。此时契丹的国君是辽太祖耶律阿保机的次子辽太宗耶律德光。自耶律阿保机建国以来，契丹素有南下中原之志，屡次趁中原混乱兴兵南侵。但就算是这样，在河北诸镇的抵抗下，契丹战果可怜。眼下李从珂与石敬瑭反目，正给了契丹机会。而此时的后唐亦早已不是当年的战力。于是当耶律德光收到石敬瑭的联络时，便复书诺之，约以中秋复议，动员契丹兵马，准备援助石敬瑭。李从珂听闻石敬瑭抗命，当即派军兵围太原，想要一鼓作气摁死这十郎。石敬瑭也丝毫不敢怠慢，亲自登上城头督战，苦守数日后，就在将士疲惫、粮食将尽的危急时刻，契丹的援兵来了。草原的骑兵在耶律德光君臣的调教下焕发了青春战力，而围城的唐军则被这突如其来的敌军打得大败，撤围而去。对李从珂来说，整个战局也因为契丹的加入而急转直下。面对强悍的河东军以及契丹的草原铁骑，后唐已然没了胜算。太原解围之后，石敬瑭前去契丹军营与耶律德光见面。俩人一见面，耶律德光便拉着石敬瑭的手说：“恨会面之晚。”于是两人论父子之义。石敬瑭对耶律德光称臣，并管耶律德光叫父亲。这一年，石敬瑭44岁，而耶律德光34岁。耶律德光对石敬瑭的殷勤也是积极回应。官儿体貌恢阔，识量深远，真国主也。天命有属，时不可失。欲训藩汉群义，侧耳为天子。听到皇帝父亲这么说，石敬瑭推辞了几番，但终究还是接受了册命，在晋阳城南立坛登基，国号晋，史称后晋，成了被契丹册封的中原皇帝。然而契丹从来不会做亏本的买卖，眼下新朝刚立，境内尚未完全压制，对石敬瑭而言，别说是跟契丹翻脸，哪怕能平复各地叛乱，都算是烧高香了。说是感谢皇帝爸爸出兵相助也好，或者说安抚如虎狼般的契丹也罢，提出愿以雁门以北及幽州之地为寿，仍约岁输帛30万，每年岁币30万送往契丹。而雁门以北及幽州之地，即所谓的幽、燕、云16州，送给耶律德光为寿。对此，耶律德光非常满意。之后，在后晋军和契丹军的联合打击下，李从珂终于抵挡不住，自焚于洛阳。后唐14年的统治告终，石敬瑭的心愿终于达成了。虽然从最初的动机来看，他不过是想在皇帝的猜忌之下活命而已。在位的7年里，石敬瑭为政还算中规中矩，在5代的皇帝里也勉强能挤进第1梯队。但在后人眼中，石敬瑭的名声臭得不能再臭，以致被骂了1000多年。骂石敬瑭，不外乎他做的那2件事：其一，认了比自己小的人当爹，并且这个爹还是个胡人，太过于丢人；其二，送燕云16州给契丹，使得中原以北再无屏障。先说认爹这事儿，石敬瑭当时显然没想太多。在他看来，后唐先主李克用与契丹先主耶律阿保机约为兄弟，
李嗣源是李克用的养子，耶律德光是耶律阿保机的儿子，而我又是李嗣源的女婿。论辈分，耶律德光可不就是叔叔辈的吗？然而话说回来，就算是叔叔辈的，你叫声叔叔不就完了吗？后世南宋与金，那也是叔侄关系，怎么说都没必要叫爸爸呀。当时石敬瑭手下的大将，后来的后汉开国皇帝刘知远当时就说了，称臣可以，以父事之太过。再说这献土之事，当时幽云之地并非石敬瑭所控制，而且当时幽云之地的实际统治者也正想对契丹献土称臣。从国土防御的角度来说，唐末幽云一线虽有地利，但却不是边防重心。唐朝的战马主要来源也不是幽云，毕竟那是农耕区。反正那惠儿要守也守不住，送他就送他，大不了后世变牛了再打下来嘛。本来这就掰腕子的事啊，所以这么说起来，石敬瑭如此做似乎也没什么大问题。可是宋人觉得这就是大问题。北宋初年，宋太宗时期数次北伐，想夺回这幽云之地，结果兵败丧失，宋太宗自己也因伤落下病根而死。北宋末年，在宋徽宗的授意下，北宋背弃与辽的盟约，转而与金海上之盟，也是因为这幽云之地。没想到面对奄奄一息的辽国，不仅没有打下来，更是上了金国的套，给了金兵南下的口实。靖康耻，宋人记了18辈子。于是当宋儒们追究这国运衰败之由，皆指石敬瑭献土契丹。要不是当年你把幽云献出去，我们用得住这么费劲吗？久而久之，宋儒的观点深入人心，石敬瑭卖土求荣的事成了历史铁案，黑黑的，怎么洗也洗不白了。公元942年，石敬瑭去世之后，其侄石重贵继承帝位，是为后晋初帝。刚刚继位的石重贵面对契丹国主皇帝爷爷耶律德光，心中波澜万千。在臣下的撺掇下，石重贵对耶律德光表示，称孙不称臣，可以给你当孙子，但不能给你当臣子。耶律德光闻大怒，当即兴兵南下。在后晋君臣的死命抵抗下，战争断断续续打了5年，最终石重贵还是没有扛住，兵败投降，做了亡国之君，被契丹军队掳到了辽国。耶律德光封其为傅义侯。与此同时，在契丹军队攻下开封后，耶律德光也当了一回中原皇帝，改契丹为辽。然而由于此时的辽国君臣上下汉化程度普遍偏低，此次南征虽然打下了汴州，但却没有做好接管汉地的准备。3个月后，耶律德光借口说汴州太热了，引军北还，却不想染病，死于途中。由于辽国述律平太后要求死要见尸，而当时天气的确转暖，路途又遥远，不得已随军除尸，将耶律德光的尸体蜡制，这才带了回去。而中原经过梁、唐、晋以及此次辽兵南下之乱，创伤甚巨，但创伤之下，新的力量开始孕育。中原这片多灾多难之地，也终将会迎来真正能够赐福万民的主人。